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里森，欢迎来到 AutoLab。今天这期节目的主角啊，可以说在最近引发了不少的话题。它作为一台中型 SUV， 直接把城市 NOA 这个高阶功能给带到了15万元以下，甚至来到了12万元以下。 极狐全新阿尔法 T5， 看到这个指导价，你肯定会觉得眼前一亮。但是不禁也要提出一个问题：在如此的售价区间内，可以享受到如此高阶的功能，它的核心体验会不会跟着打折？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对新能源车非常友好的海南三亚，我们抛开参数表，抛开纸上谈兵，在真实的道路上来感受一下这辆车的表现究竟是徒有其表，还是超越标杆。 我们今天试驾的版本是全新阿尔法 T5增程版，它搭载了一套北汽神擎增程系统。那既然是增程，咱们上来就应该先出它的软肋，对吧？我现在这个电已经跑到不到20%了，我们来试一下它在亏电状态下的这个加速性能表现究竟如何。现在时速大概是60公里，我们准备地板油3、2、1，好了，已经80。 可以看到，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你依旧能有这样的加速表现，对于一台单电机的增程车型来说，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在即便是亏电的模式下，它依旧可以做到一个0百7.6秒的一个加速能力。而且我觉得，相较于其他的一些增程车型啊，比如说领跑的 C10， 在亏电状态下，它的动力响应的表现会更加迅猛一些，而且在高速状态下，它也会有更好的一个后段的动力储备。所以说，对于一些对增程系统稍微有一些 顾虑的观众朋友们来说，这样的一个加速性能应该可以让你们放心。而作为一台增程车，我觉得第二个比较关键的指标就在于增程器它运转的这个平稳度。说实话，刚刚在急加速的时候，其实增程器已经介入工作了，但是无论是声音还是震动，我都没有感觉到明显的一个变化。我甚至没有办法通过方向盘和踏板的震动来判断增程器是否已经介入工作了。 所以说，你全程行驶下来，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接近于纯电的这种平顺度和线性度。要做到这个结果，其实工程师团队是做出了很多努力的。他们进行了45轮优化，12项关键指标的打磨，而最后能够做到在启动时候的震动降低33%，熄火时的震动降低25%。而最重要的一点，增程模式和纯电模式下，它的运行噪音差值只有不到1个分贝。 由于在行驶过程中，这个路面激励带来的震动，其实已经远远盖过了增程器本身的震动了。所以说，我们停下来啊，通过这个切换强制发电模式这个方式，来把这个增程器的震动给独立出来，同时用一些比较具象化的形式，告诉大家它的运作究竟有多么的顺畅。 而第三个增程车相对比较重要的指标，和每个人的钱包都有关系，那就是它的油耗表现。很多人都会说啊，增程车在亏电状态下的油耗会相对比较高嘛，但是这辆车其实它是能做到一个相对比较全场景低能耗的这么一个状态的。 我们这2天的这个驾驶的环境其实是比较恶劣的，三亚比较热嘛，所以我们全程开着空调，车里也坐了比较多的人，以及放了比较多的设备。而我也有一些就是山路的驾驶和一些相对比较激烈的驾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它全程的一个能耗也可以控制在5到6升左右的一个水平。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个尺寸的家用 SUV 车型来说，已经是可以让人满意的表现。 而作为一台增程车，这台全新阿尔法 T5增程版，它在电方面的续航和补能的表现非常出色。它的纯电 CLTC 理论续航可以达到215公里，所以说日常可以当做一台纯电车去进行通勤。而综合最大续航能达到1215公里。同时，这辆车它全系标配了宁德时代的逍遥插混专用电池，也就意味着它日常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可以得到更高的保证。而它同样是支持快充的，所以说从30%到80%，你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充电。日常喝杯咖啡，你就可以多获得1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所以说，这套北汽神擎增程系统，它的综合表现是非常的均衡且扎实的。它并没有很炸裂的纯电续航里程，或者说动力的输出，但是它可以做到全场景下都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加速性能，而同时接近于电感的这种平顺和静谧。
而最后大家最关注的，它的整体的能耗也可以控制在一个非常合理、非常经济的一个水平之下。我觉得对于家庭用户来说，这应该是更为关键的一个品质。而同时，这辆车的亮点并不止步于此。接下来关于这辆车的第2个重头戏，也就是北汽元劲智能辅助驾驶它是直接将高速和城区 NOA 这个相对比较高阶的功能给带到了15万元级的一个状态，听起来还是很诱人的，但是它实际的表现究竟如何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硬件水平。在感知层面，它的思路其实更加接近于人类的双眼，所以说它是使用了一套惯导双目立体视觉系统，它可以识别3维的一个环境，同时可以将障碍物的识别给精准到厘米级。在芯片方面，它的思路其实也和人类的大脑比较接近，几乎阿尔法 T5 是搭载骁龙8775舱架一体解决方案的车型，也就意味着它的驾驶辅助和智能座舱其实是共用一个大脑，那么它的决策会更加的迅速，它的协同也会更加的自然。这一切听起来其实都非常的拟人，对吧？那么它实际的辅助驾驶表现会不会真的像人类开起来感觉差不多呢？接下来我们上路测试一下。OK， 现在我们把这台全新阿尔法 T5给开上了前往三亚市区的高速而且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领航辅助。先来评价一下基本功，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它整个车速的控制，包括方向的控制，还是比较自然顺滑的。它的整个加速过程呢，会相对比较沉稳不会给你这种太着急这个感觉。而同时，车道居中的表现也很不错。现在这个状态下巡航是一个相对比较放心的状态。而同时，这辆车在慢车道上遭遇慢车的时候，它也是会执行一个自动变道加速的一个动作，而且整个加速的动作执行的还算是比较顺畅，没有太多犹豫的感觉，甚至也不会因为后车的缓慢逼近而变得犹犹豫豫。整个过程还是会提升你的整体的这个行驶效率的一个状态。而除此之外呢，就是它这个进出匝道的一个表现，在匝道里面呢，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车速不会让你觉得有太大的侧倾，或者说心里有点发慌，它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而在进出匝道的时候呢，它整体的变道动作也都是相对比较的顺滑，并且会提前的对车道进行选择。我觉得在日常行驶中，就是一个非常接近于老司机会进行的一个路线选择。OK， 现在我们进入到三亚的这个城市道路虽然说三亚它并不是一个很拥挤的城市，但说实话，咱们今天是周末，这个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车流量之下呢，也是给它带来了一些考验。不过呢，整体我们体验下来的感觉其实还是相对不错的。在这种相对比较拥挤狭窄的道路上，它也可以选择出一条相对比较高效的路线。同时，你看现在它也可以实现一个自动的向左变道超车的一个动作。而在前面的一些路况中呢，我们还遭遇到了，比如说狭窄道路上侵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车，路边临停的车辆，以及由于施工临时关闭的车道，它都可以做到一个相对比较顺滑的避让。而且整个过程是让你觉得比较安心的，就是它知道那玩意儿在那里，然后它正在用一个相对比较谨慎的路线去避开它，不会像有些车做出一些比较激进的动作。而最后呢，一个小小的彩蛋，就是我们前面就有遭遇到一个小的环岛，这个环岛其实难度并不是很低，因为它比较宽，有2到3个车道，但是呢，它在整个进出这个环岛的过程，其实表现的都还是比较的顺滑，并没有太多犹豫的感觉，也没有太多阻碍到后方正常行进的车辆。所以说，在即便是一个相对比较拥堵的城市道路上，这整一套系统它的最后表现也依旧是让你感到满意，它是一个很可用的状态。OK， 开放道路上的体验呢都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进入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自动泊车功能的体验。说实话，我们今天找的这个停车场稍微这个太友好了一点车停的比较稀疏，而且车位呢都比较大，所以说我们给它上点压力我们特地让它停在一台宾利边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泊车表现究竟如何。那首先踩住刹车，然后去选择这个泊车的功能。选择你的车位，而同时有一点很不容易，就是在这个价位，它竟然给了一个可以选择你泊入方向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选择宾利边上的那个车位，开始泊车。在点下开始泊车的按钮之后呢，其实就是松开所有东西，车辆就会自动完成这个操作，而且看得出来它整个过程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并没有太犹豫的一个地方，整个车的过程依旧是很顺畅。然后最后整个泊车也是速度也是适中的，同时现在停的已经差不多了停好了之后可以看到它距离两侧其实还是不错的，这个位置都是保持得很好。泊车已完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离宾利还是留了比较多的安全距离。
简单来总结一下这套北汽元劲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综合表现，我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实在。它并没有给你很多炫技的功能来增加它的账面数据的好看度，它其实就是呈现出了一种很成熟可靠的这么一个行驶的风格，而且在你日常使用中，你是真的愿意去使用它的，并且它是真正意义上做到了高速、城区以及泊车的一个全场景的覆盖。所以我觉得在15万元这个相对比较亲民的价格区间里面，这可能就是这套系统所呈现出来最大的价值。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回答开头抛出的那个问题：这台极狐全新 Alpha T5 它的核心表现究竟如何？而在经过了一整天的深度体验之后，我觉得我可以给出这个结论：它给你的并不仅仅是账面数据看起来很好的性价比，它其实是真正意义上重新定义了15万元价格区间的价值标准。北汽元劲智能辅助驾驶将过去花20-30万才能拥有的驾驶辅助能力带到了这辆车上。北汽神情增程技术解决了过去很多增程车在馈电状态下的核心痛点，而同时在很多你看不见的地方，这辆车都做到了全员满配。例如它的诞生地是麦格纳高端制造基地，和奔驰、宝马是相同的制造标准。它的座舱是近零权零本的标准，也可以为你打造一个极致健康的驾乘空间。而它的车身抗扭转刚度高达47119牛米每度，这比劳斯莱斯幻影还要高上一些。而这一切越级的研发制造标准，其实就在告诉我们，这辆车它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堆料，而是想要去重新定义中型 SUV 的价值标杆。这一切的技术，它最终的指向是为了让每一分预算都实实在在的转化成更优越、更安心的日常使用体验。所以说，它可能真的会是15万元这个价格区间之内，大家正在苦苦追求的那台全能水桶车型。OK，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啊！如果你对于这台极狐全新 Alpha T5 还有任何想要了解的地方，欢迎在评论区里面来和我们交流，同时也别忘了点赞关注来支持我们。OK，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Auto Live，我是哈里森，我们下期再见。